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线路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发布了。没错，目前呢，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充分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火炬传递的全程将贯穿环保意识。北京奥组委将针对包括火炬手在内的所有，注意是所有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人员都制定了环保行为准则。没错，看来我们这个环保意识是我们选拔出来的火炬手必备的素质。是的，我们在这份环保行为准则当中呢，了解到北京奥组委要求参与火炬传递的人员不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一次性物质筷子，还提倡我们要积极减少使用一次性的毛巾等等。比如市还鼓励大家乘坐公共汽车，没错，减少能源消耗以及空气排放。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回来了。哟，你可回来了！你闺女等你一晚上了。豆豆，爸爸回来了，你的救兵回来了啊！怎么了？上次不做那演讲吗？开始对物理学感兴趣了，这不做实验呢。豆豆这是做什么实验呢？这么多鸡蛋啊！老师让我们想办法把鸡蛋完整的装进瓶子里。为了这实验呢，我们豆豆一晚上吃了好几个鸡蛋了。哟，这还生气了？瓶子小，鸡蛋大，塞不进去啊！爸爸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装进去，好吗？来，拿着鸡蛋。豆豆拿好了鸡蛋，等一下爸爸说放的时候，就把鸡蛋放到瓶口，好吗？那我们准备，3、2、1。放。妈妈，你快来呀！哎，来啦！你看，鸡蛋自己进去了。哟，还真进去了，这么厉害呀！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告诉你啊，这个瓶子里边有很多小分子，外面也有很多小分子。爸爸通过燃烧消耗了一部分的分子，所以里边的空间就变得宽敞了。外面的小分子呢，就着急要进去，所以就把这个鸡蛋推进去了。物理真神奇，像魔术一样。物理学不是魔术。都记
你只用了3个小时，怎么突破的？前面2个小时55分，我坐在他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绷不住了。哎，你搁我也绷不住。然后呢？然后我告诉他这是国家级机密，希望他配合。就这些？我还答应他，在不泄密的前提下继续调查。还让他接着捣乱？他还真查到些东西。这就是木星拿到的视频，8个安全屋都暴露了。奇了怪了，护送那批科学家的特警，在到达安全屋的前1分钟，他们都不知道安全屋的具体位置。那不可能泄密啊！最近不可能的事儿还少吗？你看啊，从开始拍摄，到这些科学家进安全屋，在特警还不知道安全屋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那就是有内鬼。要说内鬼的话，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哎，别那么说自己个儿啊！不对呀，这8个安全屋是从我的档案里选出来的，我逐一给他们编上了号，直到最后一刻，我才通知了每一个特警，怎么可能泄密呢？物理学不存在。给木星消息的人查到了吗？北京奥组委启动门票预售工作以来，开运模式门票一直是公众订购的热门场次。从目前收到的订单来看，大部分都预定了开运模式门票，订单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北京奥组委提供的2.6万张门票数量。按照北跟这儿站着干嘛呀？等你啊！等我啊！我要是想跑的话，你那破车能跟得上吗？是吗？你什么车呀？咱俩是一个牌子，不同档次。哦，多大排量啊？4驱的。干嘛非要在这儿等我呀？离得近呐，一会儿你要是审完我了，我还能自己过来拿车，对吧？哦，那走吧，坐我这破车走吧。走。来，我自己来。
自己行吗？行，没问题。We're in an extremely precarious situation here. If we take them into protective custody, they'll accuse us of strong-arming them. There'll be public unrest, riots, God knows what els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ct now. General Chang, your sector is the only one under control now, right? 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像你们一样。Each and every move of us is exposed to the enemy, and we don't even know who are they by now. 你们害怕吗？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宁可面对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做一只等待感恩节的火鸡。老师啊，唾沫星子淹死人呢。目前几个战区面临着舆论的压力。好的，我们控制了消息的恶意传播。哎呀，传消息的人我已经抓回来了，一会儿就审。是你抓的吗？真敢开牙！是人家自个儿开车过来的。哎，甭管怎么样吧，这算是我们第一个逮着的人。行。刘拜，从这里请帮我把这个邮件。你们到这儿应该有1年多了吧？要不是你把人家博物馆给占了，人早开业了。哎，这么算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游客吧？游客到这儿参观完是可以离开的，所以我把车就停在门口了呀，这样我走的时候就能够方便点。哎呀，你们这儿啊，应该就是亚洲战区，比你们更早成立的是欧洲战区。当然了，最早成立的应该是位于 M 国林顿的北美战区。现在这个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应该都种植起来了，还战区？你们知道自己是在跟谁作战？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当时那篇论文我最近才看到，真没想到，那个时候你就成功的预测了长期使用转基因农产品会带来的争议，还预言了转基因农作物会造成的生态问题。里面的细节描述啊，真是贴近生活，触目惊心。你知道那些学者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来自未来。天眼。按你的理论，这2样东西是不是应该分开处理啊？现在分开有什么用？到了垃圾场，还不是都倒在一起？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胡晓西毕业于电子工程信息学，毕业后在松捷网络服务公司做服务专员，说白了就是个网吧网管。6年前开始在网上写科幻小说，笔名川陀的诗人。你写的科幻小说基本上是没人看。去年你参加了一个网络小说大赛，奖金是500多万吧？对啊，据说谁把未来世界写得越恶心，谁就会获奖。你居然莫名其妙的拿了第1，是吧？常伟思将军，我觉得你更应该莫名其妙的点，是我为什么知道你们战区，又是怎么知道你们安全屋的具体位置？好啊，来告诉我，你们是谁？常伟思将军，你是专门负责科学家的保护行动，几乎是要到最后的时刻，你才会把地址给你的手下。在此之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那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奇怪吗？为什么你的命令还没有下，我就已经到了安全屋的门外？对啊，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吗？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是一个战区嘛，
当然要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谁。好，我告诉你，你此刻的敌人就是我。你有点不屑啊，你可能觉得我不配。好，那我问你，你们这几个战区在干什么？在调查科学家的自杀啊！当然了，你们也管它叫做意外死亡。那我今天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们的自杀就是自杀。安全屋的位置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我在调资料的时候泄露出去。但是，你绝对不是那个牛掰的人。你当时是收到了一封邮件，告诉你了安全屋的位置。事发当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11秒，让你去拍这个视频。你人手不够，找了几个哥们儿帮忙。拍完视频以后，你就交给了他。他叫什么来着？木星。对了，交给了他。我所掌握的就是2个信息，一个是电话，一个是邮件。目前这个电话和邮件出自何处，我还没搞清楚，所以我想再问问你们到底是谁？陈伟思将军，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你最应该问我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们是谁？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农场。打住！你不就是想告诉我，我是一个2维生物，或者是一只火鸡，对吧？那你告诉我来，这个农场主到底是谁？没话了是吧？好，就算是有这个农场主，也不可能找你这么一个250的伙计为他们去办事儿啊。行了，今天在你这儿问不出什么，你可以回去。不是我，不是，等，你不今天审问我了吗？我问你还有意义吗？这不是浪费我的唾沫星了吗？走吧。不是我。啊，对了，你刚才说想成为我的敌人。你不配，你是真牛掰呀！抓了个250，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那是我抓的吗？这人自个儿开车过来的。老程，我再给你提个醒啊，你那8个安全屋全被端了，那些科学家的名单可是汪淼给我们的。这说明汪淼在科学边界那儿已经暴露了。当我拿到那份名单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暴露的思想准备。那怎么办？照常。要不是我的话，那8个人你就联系不上了。那又怎么样？作战中心不过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暂停研究。他们不是管，是保护。这份名单也是你们的汪淼泄露出去的。科学边界的活动一直是公开的，公开的事物谈不上泄露。可汪淼对你可不够公开，而且他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汪淼第一次进入三体游戏，他的表现比你我都好，说明他能比我们更快地认知住。这代表不了什么，他并不是我们的统治，我们都不能改变主的意志。
你的胡小西遵循主的意志了吗？是主让他大摇大摆的去作战中心，去炫耀，去示威？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开车，还总开大牌，太不环保了。主不会再看到他。把手，什么毛病？2个接触面受力不足啊，导致动力传输过程当中出现大量损耗。啊？你们科学家不就爱这么说话吗？怎么你也听不懂啊？就皮带轮松了。行了，你们拿着我给你们那名单，把所有人都给绑了。什么叫绑了呀？那叫保护。可还是失败了。老常啊，不说我也能感觉到，他压力肯定大得要死。你想想啊，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没告诉任何人，就泄密了。可见，作战中心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了。我们不要再被动了。孙宇飞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了，你还让我跟他接触，不怕他防着我？我跟老常都已经分析过啊，最重要的不是你泄不泄密啊，毕竟啊，他们的聚会都是公开的，他找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得跟你一起去见申宇飞，跟他聊聊，索性就打明白。要真是有什么危险，我让你立刻撤。我说了要保护你啊。我得让你哥白尼呀！潘老师，你很准时。我今天是走着来的。这个我也换成了充电电池。非常感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只可惜人们只关注和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要么就是那些低俗的八卦。你这方面的嗅觉非常敏感，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嗯。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音了。首先很遗憾，你应该有个大新闻。大新闻？什么大新闻？你本来应该比国外那些新闻更早报道出来。只可惜，这个机会你没抓住。你是说，科学家被绑架的案件？你被抓了，所以没有办法报道。这是国家级的机密，你怎么会知道？你以为那些信息怎么会那么容易到你手里？那么多媒体人，为什么胡小西只把资料交给你？是我选中了你。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游戏了。你在游戏里的表现很好。我想找你聊聊。我给你个地址，是车厢2号。什么意思啊？ 139号文明里
只有这一趟列车。这一次的文明，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蒸汽时代。我们的运气很好，这一次恒纪元的时间很长。138号文明在17时代就结束了。我本来以为139号文明也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已经发展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乱纪元是什么样子了。但你会怕？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的规律，或者找到保护和延续文明的方式，是这样吗？汪教授，文明为什么要发展？为了生存。是，我们不遗余力地观测和计算，攀登科技树，为的就是不被毁灭。你带我来看农场主的世界。是不是只要游戏玩通关了，我就能见到农场主？主需要你先去了解他。在这个游戏里，很多人组成了远征队，穿越世界去观测太阳。他们希望通过太阳时差，来测算出我们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你认为他们能找到规律吗？我希望他们能找到，但我们还有时间吗？福尔摩斯，哎，你这打扮是什么？插花女，蝴蝶夫人？你别说，科学家打扮起来也挺漂亮。我这造型怎么样？适合你。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嗨，别提了，快坐。这车厢是乱的，我从2号过来，直接就是7号，再走过去42号，来来回回走好几趟。这游戏对于你来说，应该没什么意思吧？的确，我觉得没有贪吃蛇好上手。你们2个来游戏里找我，应该不只是想要这些吧？懂了。其实不用这样，想要知道聚会有谁参加，直接问我就行。我们的聚会向来是公开的，所以你也不用介意把名单交出去。你要早这么说，这天就好聊了，申博士。这个《三体》游戏里面的聊天不算审问啊，我就想知道这自杀的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理解的告诉你。要结束了。走，找申运飞去。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今后的谈话就不要了。潘老师，据我所知，
你也是科学界非常著名的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在接触了科学病菌之后都自杀了。这事您怎么看？自杀并没有什么调查的价值，这个才。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你究竟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当许许多多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他们就掩盖不住了。我们能帮你做你想做的事。你们？我们很强大，跟我们合作，你会得到更多。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家。pH 值大于9，植物就没法生存。可你看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地方因为工业污染 pH 值远远大于9？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家，我保护不了那些生物。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把这些报道出去，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们阻止我，我搞定。不能抓也不能审，他能告诉我们真相吗？那就聊，只要他开口，总能聊点什么。在这儿问话，算不算审讯？啊不，网友见面聊天。坐吧。想知道什么？先说漫费吧。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只不过让他看到了真相。那个良乡对撞机，啊，杨东呢撞了3次，数跟他算的都不一样。我咨询过啊，按正常情况，就算他撞的3次数跟他算的不一样，那这3个数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啊，而且这个差距是毫无规律。对。毫无规律，我就在想啊，他们怎么算都算不出这个数，你是怎么在实验之前就知道这个数的呢？杨东在漫费手上看到了2份数据。9点怎么了？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我只跟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好吗？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所以这2份数据是你交给漫飞的。对，确实是我在实验前
就将数据给了曼飞。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你们算出来的吗？如果说是你们算出来的，那物理学应该还存在啊。我和你是搞应用物理的，我们算不出来。杨东和曼飞是搞基础物理的，他们也算不出来。这说明我们的物理学可能真的不存在。那谁算出来的？农场主啊？主无所不知。主？你说的主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不重要。那算出这个很厉害吗？对不起，这儿不能抽烟。您的问题，麻烦汪教授解释一下。我连着3次扔这盒烟，每一次都是由我来扔，同样的烟，同样的数量。你认为这3次每一支烟掉落的位置，可能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不可能啊！那如果现在我让你把3次每一支烟的位置都提前、准确无误地标注出来，你能做到吗？更不可能。解释明白了？明白。你说就说，你扔我烟干嘛？所以啊，曼飞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才自杀的，对吗？曼飞因为接受了这个事实才自杀的。It's done. No more of this nonsense. 明白。信仰崩塌，啊，那杨东呢？说实话，我不了解杨东。对撞实验后，我们通过电话，我原本以为他接受了物理学可能不存在的事实。在这之后，他并没有放弃生活，他换了工作，甚至考虑结婚。你之前给过他一个文件袋，在他收到后的第5天，他自杀了。如果你调查我，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如果我真的有嫌疑，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文件袋里的是什么？一封推荐信，他介绍杨东到一个研究所工作。那照你这么说，杨东的自杀跟你们这个物理学不存在了没关系？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杨东会在实验失败的10个月后做了这样的选择？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对，杨东的遗书里这么说的。我能理解曼飞为什么自杀，但是我不能理解杨东。我确实向这些科学家们展示过真相，但是之后他们的选择，不是我能干预的。那是你的主让你干的吗？主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所以他才是主。
么主啊神啊的？我早就说过，邪乎到家必有鬼。依我看啊，这很像我之前侦破过的一个传销组织，精神状态太像了。那申玉飞一定是被洗脑。我觉得杨东的死，没错，今天唯一的收获就是杨东。杨东在该自杀的时候没自杀，好像快不自杀的时候又自杀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了？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才能有突破。我觉得还应该找丁仪。还找丁仪啊？对，要详细了解实验之后和自杀之前，杨东到底做什么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为了杨东总去找丁仪，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认识他，你只是想认识他。哦，确实不合适。这样吧，不用你，我有10个人。我请丁博士帮忙回忆了几处细节，按照时间顺序已经整理好了。还有杨东和原单位同事以及其他人的接触，我会接着调查。棒棒的，很能干。按说结婚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件非常在意的事情。可是杨东连婚礼的请柬都没有自己去选。杨东作为一个女人，平时连逛街都不喜欢，衣服只买黑色和白色，一买就是好几套。是。印象中，他就是这么简单。等一下，不对，不对，我第一次去丁博士家里的时候，我看到衣架上挂着一条红色的裙子。是，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几条鲜艳的裙子，而且款式很时尚，连吊牌都没摘。据说是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买的。像杨东这样生命里只有物理啊，对自己的生活都毫不在意的人，居然能够放下一切的研究，跟丁仪一起去装修房子、筹备婚礼，这不奇怪吗？你难道不想听一场演唱会吗？你除了物理学家的名字，你能跟我说个歌手的名字我听？我不认识，但我们可以认识认识。你车上经常放的那张专辑就不错。那个放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你那个研究啊，你说我们结婚的日子，要不要找大师算一下？好看吗？你先说的。挺好的。这张床好舒服，就订它吧。那就像申玉飞说的呀，杨东热爱生活了，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杨东和申玉飞接触之后，有这种改变的迹象。这些事儿啊，要是普通女人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杨东不一样。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一个女的物理学家做这些事情就不正常了？那天他跟丁仪一起去逛家具商场，逛一整天。而且根本压根儿就没提关于物理的事儿。我喜欢这个，根据丁仪的回忆，那是杨东很罕见的，没有跟他聊专业，而且从那天开始，他就很少跟他交流学术了。我们要不要装个浴缸？每天晚上
可以泡一个花瓣浴。那或许这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呢？是，但是他好像还挺开心。你看啊，这是他那时候的照片，状态很放松，跟你给他拍那张状态完全不一样。这样也挺好的啊。你要是喜欢，又可以经常来。没想到可以跟你这么遇见的。以后都会是这样的。这史强，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让我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跑到这儿来，跟着你一起把丁一和杨东所有的事情全都复盘一遍，无聊吗？你们搞科研的反反复复做一件事情，不无聊吗？我们那是在做实验啊，要反复的求证。我们办案的人，把那个受害人和嫌疑人走过的路再重新再推演一遍，也是求证啊。哎，你急什么呀？哎，怎么一提杨东你就着急呢？好，我说不过你。提申玉飞你怎么不急呢？哎，你跟杨东你们俩是只见过一次。好了，我们现在把所有事情又反复推演一遍了，你得出什么结论来了？结论就是，申玉飞跟杨东接触之后，杨东好像放弃了科研，想去做一个家庭主妇。他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活鸡。都无忧无虑了，为什么还要自杀呢？那只有主知道啊。申玉飞的主。很明显，潘寒他们在针对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对汪淼的处理态度上。统帅，这样去争取汪淼，真的有意义吗？是的，他们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要比我们极端。他们直接对科学家下手，甚至破坏了很多科研基地。但不得不说，他们的做法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存在的意义。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很有意义啊。
你们看啊，我们把杨东全过程走下来，会发现，从良乡实验失败到曼费教授自杀以后，他发现物理学可能不存在了。接下来他跟申玉飞接触，他确定物理学不存在了。杨东说的是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意思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了，有可能是我们的基础理论出现了问题；如果说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就是颠覆了我们人类几千年对于整个地球的认知，不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能一样吗？行，按你的说法，好吧，按你的说法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是这个，然后他会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火鸡，对吗？然后开始准备正常生活啊，答应求婚，买房子，装修房子，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对吧，徐冰冰？我去那个应用物理研究所了解过，他们的负责人说，非常希望接受像杨东这样的基础物理学方面的专家。杨东他自己也对新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在接受了这份 offer 之后的第3天自杀了。研究所的人也非常的痛惜，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对，问题就在这儿，最后这3天才是关键。他干什么了？遗书啊，遗书应该是在这3天写的。对呀，如果最后这3天，他知道，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那这3天他并没有接触过申玉飞啊。难道是他自己已经想通了，然后最后2天又想不通了？徐冰冰，我之前眼前也出现过倒计时，我也看到过宇宙闪烁，那个时候我真的自己很绝望。或许我想过要自杀，但更有可能的是，我就这么消极的活下去，放弃自己的研究，做一名老师，然后就这么混完一辈子。但是突然又有一天，我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倒计时，或者其他一种什么震撼我的东西，我无法想象这种震撼要到达一个什么量级，才能让我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你听我接着往下讲。这段时间是杨东准备无忧无虑的过正常生活。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杨东的妈妈叶文洁老师，她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这不对啊。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不对，叶老师跟你不一样，整天搞研究，一退休老太太，有时间管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所以呀，我觉得你还得找机会跟你这个叶老师好好聊聊。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他效果要好吧？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哎，汪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你研究？哎，我刚才我就是我什么地方我说什么得罪他了？你们科学家都这样小孩子脾气吗？哦，对了，你是警察，以后你别跟他一伙啊。宇宙闪烁的事情，我咨询了专家了，结果怎么样？你先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调查陷入僵局。那汪淼跟沙瑞山都提过，说要什么距离地面多少米来着，
就在很远那个天上啊，要拉一块大屏幕啊，就大屏幕，跟放电影似的。我调查的情况跟你们差不多。哎，你别说，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倒是很形象，放块大屏幕，像放电影啊。确实啊，不好反驳。唯一能反驳的只有一点，我们人类做不到。对呀，有鬼。那人类做不到，就能代表一切不会发生吗？老常，你什么意思啊？申玉飞是外星人啊？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外星人。哎，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有？外星人。有可能啊。什么有可能啊？你信啊？就好像你说的鬼一样，外星人不过就是一个代名词。那些超自然的现象，还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是外星人干的。但外星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一切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我并不在乎称它为外星人还是鬼，我想探究的是它到底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把这一切想明白，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价值，对吗？我就说嘛，你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火鸡。那外星人跟鬼有什么区别呢？你要允许我也思考思考啊。这就是那里。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到来。走吧，走吧。老师再见。再见。老师再见。再见。小王。叶老师。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的研究很忙，还特意过来给我的学生们讲应用物理方面的知识。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心里很开心。我退休了，对学术还有些兴趣，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也过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一生的研究，总要后继有人嘛。哦，对了，叶老师，科学边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调查组那边让我也协助去调查了。在前一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关于您过去的档案，好像其中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脱密。是的，那的确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很值得纪念。那时候
国家号召知青下乡，我被分配到了大兴安里。再下一个！哎，马康，你来一下，快！15岁，白记者，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这树都多大年纪了吗？对啊，得看年轮呢。我刚刚都算过了，这儿的树呢，大都300多岁了。你锯一棵树要多长时间？差不多10分钟吧。我跟你说，我这盆田里啊，就看有几口，我上哪个门，一个红旗就跟我上的。300多年，10几代人啊。它发芽的时候还是明朝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历经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事。你几分钟就给它锯倒了，你真的没感觉到什么吗？你到底想要我感觉到什么？我就一棵树嘛，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比这年龄大呀，它多的是。行，你忙吧。白记者，你看我这速度，能不能上大青山报啊？知识分子啊，毛病就是多。你好，你是叶文洁？嗯。我是大生产报的记者，我叫白木林。你到生产队借书的时候见过我。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我能看出你的感情。在这地方啊，能有这种感觉的，也就咱们俩。过来歇会儿吧。1年前打前站的时候，我来过这片林区。记得当时是个晌午，接待我们的人呢，说要吃鱼。我到他们那个树皮小屋里，私下看了看，就烧着一锅水，哪有鱼啊？
水开了以后呢，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到屋前的小河里面，乒乓几棒子，就打出几条大鱼来，都附着在地上的。那现在你看呢？那就是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在这儿的开发方针究竟是搞生产啊，还是搞破坏啊？你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感触很深。能读英文吗？嗯。这本书62年出版的，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谢谢你的春天 ，Richard Carson。这书你哪来的？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要搞内参。我负责翻译和森林有关的部分。这书是讲什么的呀？杀虫剂、环境，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准备给中央写信，反映他们这种不好的现象。你要是想看呢，就拿着，但是最好别让别人看见。这种书，你明白？啊。面对的大雁，请你乖乖飞。小风行到家乡，远方的儿女想念思乡的母亲。面对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小风行到家乡，远方的儿女想念思乡的。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主题并不广阔，描述杀虫剂滥用给环境造成的危害。但当时这本书所描述的，让我感觉十分震惊。
啊，小叶，今天干活了。下连队这么长时间了，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咱们得参加。3节河吧。叫什么名？白木林，一把油锯，张子。行，谢谢啊。我们今天到雷达峰干活，这儿林子可真密啊！地上的腐叶到膝盖这么深，我真怕中了伤体。雷达峰啊，团里边下的紧急任务，再让雷志昌发布一台警戒带。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据说是个军事基地。老乡们说，3年前刚建这个基地的时候，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向峰顶架设了一根高压线，然后呢还开了一条公路通向峰顶，把大量的物资沿公路运到上面去。看来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当基地建成了之后，这公路就拆毁了。这什么声音啊？看，那天线出现了。这是什么啊？这山峰本来没有名字，只是因为它的峰顶总是会出现这个巨大的抛物面天线，所以才叫雷达峰。这做什么的呀？看上去不像是雷达天线。不知道，它的方向总在变化，但是从来没有连续转动过。走吧。我来了这么久，居然从来没有注意过。天线不总是出现，但每次出现的时候呢，总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树林里的动物变得焦躁不安，鸟会大群的惊飞，人呢也会出现头晕、恶心之类的状况。而且呢，雷达峰附近的人特别容易掉头发。老乡们说，这也是天线出现之后才有的事。放射性射线，不止这么简单。有一次下大雪，那天线立起来，方圆几里的雪突然变成了雨。有的时候天线立起来，好好的晴天也会出现雷电。夜晚的时候呢，天上还会有奇异的光晕。那里是禁地，我来之前就被告知，不要擅自靠近。否则，那里的岗哨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你还记得上周被警告处分那2个人吗？他们俩呢，就是追一只狍子，追到雷达峰下，刚到附近，那半山腰的岗亭直接就开枪射击了，把他们吓坏了，转身就跑。得亏林子密才没受伤。不过呢，有一个人吓得尿了裤子。第2天回连队，给了他们每人1个警告处分。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才被安排去发了一圈警戒带。我们林场的人力可以随他们调用吗？据说这个地方的行政级别特别高。我先回来了。啊。
小念，哎，小念，我是来还书的。哎呀，我正想找你呢。你来的正好。我说你看看我写的信啊。信？对啊，就我上回跟你说的，我要给中央写的信。啊。你坐那儿看。不好意思啊，我这字儿比较潦草。写得很好。太行山因之被破坏，由历史上的富庶之山变成今天的贫瘠秃岭。现在黄河的泥沙含量急剧增加，北部林场的大垦荒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议论严谨，内容也很丰富。行，那我就照这个，我誊抄一份。哟，小心烫啊！我最近啊老使那个油锯，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得，废一点。我帮你写吧。啊？油锯很难操作，又很沉。手抖很正常，我来帮你抄吧。行，那麻烦你了。你这字儿写的真好看。你是学物理的是吧？天体物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天体物理，那就是研究恒星的。怎么会没用呢？现在大学都复课了，只是研究生不太招了。像你这样的高级人才窝到这种地方，可惜了。我没告诉他。其实，能进入北部林场已经很幸运了。那时屋里很安静，我能听到钢笔写字的沙沙声，能闻到松木锯末的味道。自父亲死后，我很久没有那种放松、温暖的感觉了。